2020年6月15号深夜，中印边界的加勒万河谷，海拔4000多米，零下10几度。中印的双方军队几百个人在黑暗中打了8个小时。没有枪声，他们用的是焊满了钢钉的狼牙棒，绑着铁丝网的木棍，以及随手捡起来的石头。印度官方后来承认自己阵亡了20个人。中国过了大半年才公布自己有4人牺牲。要知道，中印双方都是大国，甚至还有核武器。然而，两边却一枪没开，就像古代士兵一样，进行了一场惨烈的肉搏。这种事情发生在21世纪，很多人觉得特别荒诞。为什么会有这种魔幻的默契？这里面到底藏着两个国家什么样的算计？英国人留下的烂摊子。中印边境冲突有2条线最关键，西边是阿克塞钦和约翰逊线，东边是藏南和麦克马洪线。后面70年的所有战争和冲突基本都围绕着这2条线打转，而这2条线的源头都是英国殖民者。故事的起点在西段的喜马拉雅山区。1834那一年，盘踞在印度北部的锡克帝国出了一个非常强悍的将军，名字叫佐拉瓦尔辛格。他盯上了西藏西边一块叫拉达克的地方。在那个时候，拉达克原本是一个独立的信奉藏传佛教的王国，在历史上跟西藏地方和不丹都有非常深厚的依附关系，每年都要向拉萨的噶夏政府进贡。佐拉瓦尔完全不理会这些，直接带着大军翻越高山，靠着优势兵力强行把拉达克王国给吞并了。佐拉瓦尔占领了拉达克以后并不满足，在1841年的时候继续带着军队往西藏阿里地区推进，企图控制整个高原的羊毛贸易路线。西藏地方政府立刻派兵反击，两边打了一场深巴战争。随后，这位辛格将军在阿里被藏军击毙，他的军队全线崩溃。到了1842年，西藏噶夏政府跟当时的锡克地方势力签署了一份苏楚勒条约，大意就是大家各回各家，以后谁也别去碰对方的传统边境线。如果历史按照这个方向走，也许后来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但转折点在1845年到1846年间出现了。英国殖民者通过第一次英国锡克战争直接把锡克帝国给打败了。英国人接管了这片土地以后，扶持建立了一个臣服于英国的政权，叫查莫克什米尔土邦，顺带着把之前被吞并的拉达克地区也划进了英国的控制范围。英国人并没有就此满足，他们把目标瞄准了大清帝国。1865那一年，英属印度的测量局有一个叫威廉·约翰逊的官员，这个人跑到新疆和克什米尔交界的地方走了一圈，回来之后，为了讨好克什米尔的土王，也为了帮英属印度开拓战略缓冲地带，在完全没有知会大清政府、没有任何中国官员在场的情况下，偷偷在地图上画了一道线。这条线把大片无人居住的阿克塞钦高原直接划进了英属印度的克什米尔版图。阿克塞钦虽然寸草不生，但它是连接新疆和西藏之间最平坦的战略通道，当时属于大清。但当时的大清正好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处于极度混乱之中。北京的朝廷根本不知道，在远方有一个英国文官已经在地图上把中国的3万平方公里土地给悄悄切走了。约翰逊画下的这条线当时其实没有多大影响，无论英国人还是印度人都不可能去真正抢占那里。他一开始只是躺在英国人的档案库里，而且这条线后来在英国政府内部也有争议。到了1899年一度被修改，收缩了很多，画了一条更靠向南边的线，叫麦卡特里麦克唐纳线，把大部分阿克塞钦又放回了中国一边。但后来随着英俄博弈的变化，英国人又改了回来，偏向了约翰逊线。在西段搞完了约翰逊线，英国人又把目光投向了东段的藏南地区。这里就不一样了，
藏南地区水源充足，森林密布。1892年之后，大清守边将领就时不时发现英国人正在秘密测绘藏南的地形。在殖民地时代，英国人开始测绘地图，往往就意味着他们的军队下一步就要开过来了。随着英国的测绘人员越来越多，大清也忍不住了。1909年，清朝的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派手下陈凤祥带着部队前往察隅地区，把沿途碰到的英国测绘人员和间谍全部强行驱逐了出去。随后，他在边界的最前沿插上了大清帝国的龙旗。光是插旗还不够，陈凤祥还干了一件非常现代的事情。他下令向当地的老百姓分发朝廷制作的边民护照，这种护照就相当于当时的身份证件，明确登记了他们的中国臣民身份。赵尔丰和陈凤祥的这场主权反击留下了非常重要的法理证据。但英国人并没有因为清朝边军的抵抗而收手。1913年，中国刚刚经历了辛亥革命，北洋政府根基未稳，整个国家陷入了军阀混战。英国殖民者趁火打劫，在印度的西姆拉召开了一个三方会议，参加的人有英属印度、中国中央政府以及西藏噶夏三方的代表。当时英方的首席谈判代表就是英属印度政府的外务秘书亨利·麦克马洪。麦克马洪在会议上一开始狮子大开口，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彻底剥离出去。当时北洋政府的代表陈一范坚决反对。麦克马洪看出了中国中央政府不可能在领土问题上让步，于是他干脆绕开了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把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人员悄悄拉进密室，私底下跟他们交换了秘密照会。在1914年3月24号，麦克马洪在地图上画下了一道红线，这条线大体上沿着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麓延伸，一笔就把原本属于中国西藏管辖、面积达9万多平方公里的藏南地区全部划给了英属印度。当北洋政府最终得知这个秘密交易后，极其愤怒，立刻发出电报，命令陈一范绝对不准在正式条约上签字，并且公开向全世界发表声明，宣布西姆拉会议完全失败。那条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在法律上是彻底无效的。但当时英国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太大了，也因为这条线，从那天起，藏南这片土地就成了一个边境争议问题。到了1947年，印度独立了，尼赫鲁领导的新政府面临一个问题：印度的边界在哪里？这个问题本来应该跟邻国重新谈，毕竟英国人留下的那根线，无论是约翰逊线、麦克马洪线以及各种修订版本，基本都是有争议的，甚至很多都是自己单方面划定的，对方根本不承认。但尼赫鲁的选择是全盘继承当年英国人的殖民扩张视角，他们觉得既然当年英国人画了那些线，不管你承不承认，现在那就是我的了。更糟糕的是，印度政府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觉得光是继承麦克马洪线还不够，他们还发明了一套更具侵略性的逻辑，叫做分水岭修正主义。他们公开宣称，麦克马洪线当年的原始意图应该是把边界定在喜马拉雅山脉最高的极限上，因此只要麦克马洪线这某个地段落到了最高极限以南，印度政府就认为地图画错了，应该自动把边界往北推进，一直推进到最高的那座山脊上。所以印度独立后，他们的军队就开始沿着这套逻辑不断往北推进，去占领那些连英国人当年都没有真正到过的空白地带。为什么是这种态度？在此之前，英属印度帝国就有一套思维方式，为了自身安全，想要把喜马拉雅山作为天然屏障，把整个山脉以南的地带视为印度的天然势力范围，把西藏看作战略缓冲区域。这样做就可以把中国挡在山脉以东。所以尼赫鲁继承的不只是土地，还继承了一整套地缘思维方式。独立后的印度在边疆政策上其实是英国地缘战略的延续，只不过操盘人从英国人换成了印度人。但这也意味着，
如果印度人是这种想法，那中印两国的边界主张就不可能谈得拢。从兄弟情到刺刀，中印建政之后50年代初，两国表面上进入了一段蜜月期。1954年，中印两国联合提出了和平共处5项原则。那个时候，无论印度还是中国，民间都有中印是亲兄弟的口号。当然，这种友好其实是非常脆弱的。两边最大的分歧就在于如何看待西藏。对中国而言，当然是希望对每一寸土地都实行直接的中央管辖。但就印度而言，他们更希望把西藏维持在一个半独立半隔离的状态中，让它永远充当防范中国的缓冲带。甚至早在1951年年初，印度军队趁着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的时候，还派兵占领了西藏噶夏政府管辖的达旺地区。1959年3月，西藏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骚乱，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尼赫鲁政府不仅立刻给了达赖喇嘛政治庇护，还允许他在印度的达兰萨拉建立了流亡政府，把藏独势力聚集到了一起。这件事立刻导致中印关系破裂。在北京看来，印度这么干已经是直接插手中国的内政问题，因此极其愤怒。根据已经解密的外交档案，1959年底，中国高层召开了好几次内部战略研讨会。周恩来在会上就说，尼赫鲁的真实目的就是要把西藏变成印度的保护国，他希望西藏永远停滞在那种落后的没有改革的状态下，这样印度就能在前线维持一个舒适的战略后院。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也分析说，尼赫鲁之所以在这个节点对中国展现强硬，第一是为了在国际上削弱中国的政治威信，第二是借着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在印度国内打击日益崛起的印度共产党，巩固国大党的执政地位。第三个原因是最现实的，也就是通过激烈的反华来赢得美国的好感，争取拿到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与此同时，印度也做出了一次严重的战略误判，也就是著名的前进政策。当时中国经历了大饥荒，一下子饿死了几千万人，国内矛盾极其尖锐，而外部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为了拉拢印度，向新德里提供了最新的米格战斗机和重型运输机。因此当时中共确实也没什么底气。从1960年到1961年，周恩来几次亲自到新德里和尼赫鲁谈判，暗示他只要印度愿意承认中国在西段对阿克塞钦控制线的继承事实，中国可以在东段照顾印度的利益。但这个时候的印度国内民族主义非常狂热，尼赫鲁坚决拒绝任何形式的谈判和让步。不仅如此，印度认为中国当时的内政已经彻底瘫痪，而且同时面临来自美苏两面的压力，中国军队绝对不敢也绝对没有能力在喜马拉雅山西线打一场对外战争。只要印度的军队往前推进，中国军队除了抗议和后退，什么也做不了。在1961年底，尼赫鲁下达了前进政策，要求印度陆军像切香肠一样，越过两军长期的接触线，强行在西线和东线的灰色空白地带建立据点。这些印军据点有些还挺夸张的，甚至绕到了中国军队哨所的背后，把帐篷扎在离中国军队只有几米远的地方。两军就这样面对面对峙，中间没有任何缓冲。不过印度的指挥官坐在温暖的新德里，在地图上指点江山，却完全无视了一个军事常识。这些前线士兵被空投到的地方是高寒山脊，海拔是5000米，而他们出发的时候身上只穿了夏天的单衣，弹药携带的也不多。为什么要空投？因为这些以前本来就不是印度的地盘，根本没有道路通车，而且高原地带地形又很复杂，很多物资在空投的时候还直接掉到了悬崖下面，后勤补给线非常脆弱。一开始印度军队在前线建立了100多个据点，其中有至少43个为麦克马洪线以北，也就是哪怕按照英国人画的线，也应该是在中国这边的土地上。到了1962年10月12号，尼赫鲁甚至对记者公开讲话，
说他已经向印度军队下达命令，要把中国军队从印度方面声称的领土上彻底清除掉。这种话差不多就等于宣战了。到了这一步，原本一直忍让的毛泽东也发现不行了，再不反击，面子和领土都要丢了。于是10月20号，中国军队就正式打响了第一枪。也恰好就在中国军队开战的那一个星期，人类遭遇了一场全面核战危机，也就是古巴导弹危机。10月14号，美国的 U2 侦察机拍到了一张照片，苏联在古巴部署了核导弹。10月22号，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向全球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对古巴实施军事封锁，美苏两国的战略核导弹全部进入了临战状态。所以在这个时间段，两个超级大国的全部精力都被盯死在了加勒比海，他们分不出任何一丁点精力去顾及中印边界的冲突。这多少有点巧合，但帮了中国大忙，让他可以在没有任何外部干扰的环境下全力对付印度军队。中国和印度来了一次1对1的决斗。表面上，中国军队在前线投入了2万多人，印度军队是 2.2 万人，两边人数大致相当，但一打起来，印度军队几个小时就崩溃了。怎么回事呢？当时中国军队是从东西两段同时开打，东段在麦克马洪线一带，西段在达拉克的阿克塞钦，分别有西藏军区和新疆军区的部队负责。中国并没有平均用兵，而是把主力部队集中到了克杰朗和达旺方向，投入了差不多1万人。而在这个地区，印度部署了自己的王牌部队陆军第7旅，但人数只有3000多人，而且部署的位置还不太好，正好位于中国军队的下方。战争一打响，中国军队就用190门火炮朝对面狂轰滥炸，短短半天时间，印度军队就被彻底打散，准将旅长达尔维还被抓了俘虏。西段阿克塞钦那边看似印度军队人数占优，把整个边境都铺满了，但其实是分散的，都在那些前哨点里面。中国军队将他们逐个包围，然后轻轻松松就吃掉了。战事持续了将近1个月，印度军队这边有些地方打得还是挺顽强的，比如西段的列城附近，雷赞纳3口一战，印度这边一位叫夏坦辛格的少校带着100多名士兵，面对数量是自己几倍的中国军队，打到了几乎全灭，但没有一个人后退。这也是1962年印度军队最悲壮的战斗记录之一。但悲壮改变不了整体战局，中国军队的推进速度快到了让印度总参谋部完全无法理解的地步。他们顺着山脊和丛林一路向下穿插，拔除了沿线所有的战略要塞，前锋部队甚至已经推进到了接近阿萨姆平原的边缘，这里已经是印度东北的核心走廊。印度的前线指挥考尔中将见势不妙，居然丢下部队，直接坐着直升机逃离了战场。整个战争最后算下来，印度官方公布的数据是阵亡1383人，受伤1047人，失踪1696人，被俘3968人。而中国这边阵亡722人，负伤1697人，没有人被俘虏。当时印度后方也特别生气，竟然陷入了集体的歇斯底里。边境重镇提斯普尔的政府机构彻底瘫痪，数以万计的平民疯狂逃亡，当地的银行甚至开始在空地上焚烧成堆的纸币，还放走了监狱里的囚犯。尼赫鲁也抓狂了，他在电台里发表了全国讲话，向阿萨姆人民告别，语气非常绝望。他可能是以为阿萨姆要被中国占据，不还给印度了。在此之前，尼赫鲁一直宣称不结盟，这个时候也绷不住了，连续跟美国总统肯尼迪写了2封求救信，态度近乎哀求。里面有句话说，局势真的已经到了绝望的地步，还说中国的威胁已经不只关乎印度的生存，而是关乎整个南亚，来自亚洲自由独立政府的存亡。他恳求美国立刻派出12个中队的超音速战斗机和2个中队的 B-17 轰炸机，直接进入中国境内，轰炸中国军队的基地和后方机场。这2封信后来被印度政府长期视为机密，
直到近些年才解密。肯尼迪当时承诺要评估一下形势，没有立即出兵。不过印度愿意倒向美国，美国人自然也很开心，所以还是派出了航母编队紧急开向孟加拉湾。眼看战争规模就要扩大，这一年的11月21号凌晨，中国却做出了一个大跌眼球的决定。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宣布从11月22号0点起，中国边防部队将在全线实施单方面停火。不仅停火，中国军队还会主动全线后撤，直接退回到1959年10月7号双方实际控制线的中方一侧，并且再往后撤20公里，跟印军彻底脱离接触。在后撤的过程中，中国军队还把缴获的成百上千辆印度军车、成箱的枪支弹药以及各种火炮全部交还给了印度红十字会。著名记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后来在书中写道，世界战争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胜利的一方在失败者没有任何承诺、没有任何妥协的情况下，居然单方面无条件撤军，还把用巨大代价换来的战果直接拱手相让。原因很简单，一个非常现实主义的考量，倒不是怕印度，而是担心美国和苏联的介入。10月28号，苏联的赫鲁晓夫已经同意从古巴撤回导弹，古巴导弹危机已经缓和了。这就意味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注意力已经重新回到了亚洲。美国的助理国务卿甚至带着高级军事代表团到了新德里，大批美制重型武器也开始源源不断地运到了加尔各答。如果中国军队继续留在前线往前推进，就必须要面对美国和苏联的直接介入，甚至打成一场全面战争。另外还有地理和气候的限制。11月下旬的喜马拉雅山脉已经连续下起了暴风雪，东线和西线的高海拔隘口马上就要大雪封山。而当时中国军队的后勤补给线极度脆弱，整个青藏高原连一条像样的柏油路都没有，所有的粮食和炮弹必须依靠汽车从青海和四川走上千公里的泥泞公路运进西藏，再靠牦牛和人力翻越雪山送上最前线。这一路下来，卡车在路上烧掉的汽油甚至比它运载的物质还要重。一旦大雪封山，后勤就会彻底断绝，在东段已经深入到山谷平原的中国军队就会变成一支失去补给的孤军，有可能全部葬送在哪儿。再加上中国刚刚经历了大饥荒，集中资源打1-2场仗还行，再跨越喜马拉雅山脉打一场旷日持久的长距离消耗战，根本耗不起。所以当时中国和印度是麻杆打狼两头怕。国际上很多人不了解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困难，所以才会对他主动撤兵感到奇怪。但对中共高层来说，其实战略目的已经达到了，只要能打通印度，让他放弃帮助西藏独立建国的幻想，顺便守住西段的阿克塞钦高原，从战略意义上那就算是成功了。阿克塞钦虽然是一片寸草不生的荒漠，但它脚下躺着新藏公路，那是连接新疆和西藏的战略通道，对于稳定西藏至关重要，是绝对不能让印度占据的。结果就是阿克塞钦至今仍然在中国手里，藏南至今仍然在印度手里，但双方谁都没有在法理上接受这个现状。而这条实际控制线就这样固定了下来，一固定就是60多年。1962年的战争，中国反正是打赢了，而且中国人也不怎么瞧得起印度，所以老百姓波澜不惊，但他却在印度人心里留下了非常深的心理创伤。那一代印度人把这场战败叫做喜马拉雅山的奇耻大辱。尼赫鲁在战后不到2年就去世了，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这次战败严重摧毁了他的健康和精神状态。由于这场仗印度打得特别窝囊，后来拍影视剧的时候，为了给战败找个体面的借口，就总是说中国发动了几十万大军围剿他们几千人。而对中国来说，1962年给了他们另一种认知，中印的边界线谈是谈不拢的，但是可以通过打来解决。枪声与赌局。1962年战争之后，印度人输得挺不服气的，他们反复检讨，得出的结论是失败在准备不足，不是真的在战场上输了。所以印度军队花了很多年去重建高原作战能力，
并且不到5年就在一次全面流血冲突中得到了实战检验的机会。这次冲突爆发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关头，当时中国国内正处于文革的高潮阶段，前线部队的思想情绪非常亢奋，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儿，想在边防线上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政治忠诚。而这个时候的印度在62年惨败之后，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其实一直处于一种极度压抑和耻辱的状态中。印度军方急需要打一场胜仗，来把当年丢掉的面子给找回来。冲突的地点选在了西京段的乃堆拉山口。当时印度的军队长期驻扎在西京和中国西藏接壤的山脊上。1967年的8月份，印度的前线部队开始越过山口的分水岭山脊，强行往中国这边拉扯铁丝网，企图用这种方式把他们的实际控制边界往前推。中国这边的士兵发现之后，立刻上前制止。一开始两边并没有开枪，而是用身体互相推搡，后来干脆用上了铁锹和石头，打得头破血流。这种身体肉搏一直持续到了9月11号的早晨。那天早上有人开枪了，中国这边说的是印度人先开的枪，印度说的是中国人先开的枪。总之枪声一响，性质就彻底变了，两边立刻开火。但这一次印度军队显然是有备而来，因为枪声一响，后面的炮兵阵地也跟着开火了，而且使用了大量的重炮。当时的印度军方认为，经过这5年的整军备战，他们的火炮装备和高原训练已经远远超过了62年，这次一定能把中国军队压制住。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全面炮击，中国部队的临战反应也非常迅速，两边的炮兵随后就在狭窄的山口展开了极其惨烈的对轰。这场跨越边界的炮战整整打了3天3夜。过去中国互联网上经常把这场炮战描述成中国军队单方面的横扫，但事实上印度军队这一次打得非常顽强。我们可以看看双方最终的战损。印度官方后来公开承认有88名士兵死亡，伤了163个人。同时印度声称中国军队的伤亡超过了400人。在印度的宣传中一直认为这场炮战洗刷了1962年的耻辱。中国这边呢，因为处于文革，国内都在忙着搞运动，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具体的战损数字。到了10月份，同样在靠近西藏一边的左拉山口，两边又爆发了一场步兵武装冲突。印度当时顶在最前面的是著名的库尔喀山地步兵，这支部队非常擅长在高寒地区和丛林作战，也很顽强，敢拼命。两边动用了轻重机枪和手榴弹，但冲突在当天就结束了，两边都没有占到真正的上风。总之这2场冲突双方谁也没法轻易吞掉对方，这给北京传递了一个信号：印度在1962年之后重建的山地部队在火力和战斗意志上都已经今非昔比了。这2场流血冲突之所以没有演变成1962年那样的大规模战争，关键在于当时中国国内还处于文革大乱中，中共高层和中央军委的绝大部分精力都被牵扯到这些破事里面去了。所以得到边境冲突的消息后，中央要求前线部队死守阵地，采取局部控制甚至适度收缩的原则，以免事态继续扩大升级。印度也要消化1962年之后的军改，而且自己内部的麻烦事儿也是一大堆。于是中印边境进入了一种奇怪的沉默状态，互相不信任，两国之间外交接触也很少，但也没有大的对峙。然而这种沉默在1986年被打破了，而且中印之间差点就走向了全面战争。这次危机首先是印度搞出来的。1986年年底，印度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宣布把当年英国人偷偷划出来的那个东北边境特区，也就是中国一直主张主权的藏南地区，正式升级为印度的一个邦，名字叫阿鲁纳恰尔邦。这种在立法层面强行把争议领土据为己有的做法，直接激怒了中国。中国外交部连续发表抗议，明确表示绝对不承认这个非法建邦。而在前线，印度陆军来了一位作风非常激进，甚至可以说是狂热的陆军参谋长，叫桑达吉上将。这个人是个坚定的地缘扩张主义者，
他认为印度的军队现在已经完成了全面现代化，不用怕中国了。1987年初，桑达吉越过了印度的内阁文官，单方面策划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代号叫棋盘行动。在棋盘行动中，桑达吉动用运输机和直升机，把大量的野战正规军连带着重型火炮和步兵战车，在1周之内源源不断地空投到了藏南最前沿的地方达旺和桑多洛河谷一带。他们在前线修建了永久性的地堡和激将点，甚至直接越过当时的实际接触线，占领了好几个中国方面一直保留的夏季巡逻点。桑达吉的战术逻辑非常简单，他就是要学当年英国人的做法，通过突然袭击和重兵压境，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创造一个新的地面继承事实。他要在前线逼着中国军队接受他的巡逻边界，如果中国军队敢反击，他就利用手里10万大军的局部兵力优势，在前线打一场歼灭战，彻底洗刷62年的历史耻辱。这个时候的桑多洛河谷局势紧绷到了极点，大战一触即发。印度当时敢做这样的豪赌，有一个很大的因素，那就是邓小平在几年前刚刚搞了100万大台军，把大批的野战军建制直接撤销，国家的重点放在了搞经济上。为了给经济让路，邓小平对军方下达过明确的指令，要求军队要学会忍耐，所以国防预算被压缩到了历史最低点。桑达吉和印度鹰派们就是看准了中国这个战略软肋，认为中国为了维持投资环境，为了不把西方投资者吓跑，在面对印度的边境推进时，很可能会选择忍气吞声，最多在外交上发表几句口头抗议了事。但没想到邓小平直接在内部下达了明确的动员令，准备大打，而且还通过美国人把这个决定转告给了印度人。中南海的命令传达到成都军区，大量的精锐野战部队开始向青藏高原集结，其中就包括王牌部队第54集团军。中国的反应让印度一下子冷静了下来。当时的印度总理是拉吉夫甘地，也就是尼赫鲁的外孙。拉吉夫和内阁官员这个时候才知道，桑达吉为了战功，差点把整个印度拖进了全面战争。要知道，印度前线的10万大军看似人很多，但中国在很多地方占了绝对的制高点，而那边的山谷基本都很狭窄，大军没有办法轻易展开，后勤补给线也很脆弱，一旦开战，胜负难料。于是拉吉夫果断下令前线部队停止挑衅，两边通过外交渠道各退了一步。解决完这场边境危机后，拉吉夫就意识到，如果继续在喜马拉雅山上跟中国进行无休止的军事对峙，印度的国家财政和现代化进程就会被彻底拖垮。于是在1988年的12月，拉吉夫做出了一个决定，破冰访问北京。这是自1962年战争以来，印度总理时隔26年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这次访问中，中印双方正式决定把边界的领土争议先搁置起来，留给后人去解决。当务之急是必须在实际控制线两边维持绝对的和平，绝对不准在前线开枪挑衅，同时两边全面打开边境贸易和国家的经贸往来。这是一种典型的务实主义。1988年的这次外交破冰，在实质上为两个大国在前线赢得了一个长达30年的和平。中国和印度都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回国内的经济改革上，但问题搁置并不等于消失。中国的切香肠战术，进入21世纪之后，中印两国在1988年确立的那种表面军事，在不知不觉中被彻底打破了。打破平衡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发展的太快了。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迅速变成了全球第一制造大国，国家的整体实力飞速提升，迅速跟印度拉开了差距。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印两国在边界的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因为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两边一视同仁，高寒缺氧，后勤补给极其困难，谁也占不了多少便宜。但当中国有了钱之后，就开始在高原上大规模搞基建，这个平衡就开始倾斜了。转折点是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在这之前，中国要在前线集结一个师的兵力，或者运几万发炮弹过去，卡车要在烂泥路和雪山上颠簸半个月。
铁路通了之后，成千上万吨的重型装备和物资，几天之内就能从内地直接送到拉萨和日喀则的前沿基地。而且中国还修起了最先进的高海拔哨所，号称是第5代，里面有制氧设备和地暖，甚至在海拔5000多米的山脊上都竖起了4G和5G 基站。前线有任何风吹草动，高清视频几秒钟就能传回北京的指挥中心。印度这边呢，情况完全倒过来。1962年被打趴之后，印度就认为边境的路不能修太好，因为一旦开战，中国的机械化部队就会顺着这些路直接冲到印度的北部平原。这个观点在当时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代价是几十年下来，印度边境这边的基础设施严重落后，没有特别好的公路，运送物资就只能靠骡马和人力。中国人的高级公路都已经修到了时空线的眼皮子底下，印度这边呢，前线士兵出去巡逻还得背着步枪在乱石堆里走上好几天才能回到哨所。这样一下来，两边后勤和机动能力的差距拉开了整整一个时代。在这种实力落差之下，中国在边境上搞起了一套特殊的推进方式，西方战略界把它称为切香肠战术。不需要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国只需要今天在争议区域内修1公里便道，明天在无人山头立一个电子监控塔，后天再建一个巡逻队的水利输引点。每一个动作，中国都说我是在自己的领土上施工。印度这边还真的不太好反对。印度前线士兵看着这些设施一点点往前逼，但没有办法制止。开枪那是挑起全面战争，印度承担不起。不制止，几个月后便道就能变成柏油路，监控塔就能接上网络。所谓的争议地带在事实上就慢慢变成了中方实际管辖的区域。而这种一点一点的推进，在2000多公里的时空线上整整持续了10几年。这是不是就像切香肠，今天切一小片，明天切一小片，慢慢的一根香肠就所剩无几了。但终于有一天，印度忍无可忍了，因为中国把手触碰到了一个印度特别敏感的地方。我们打开印度地图，你会发现印度本土和东北部的7个邦之间只靠一条非常窄的陆地走廊连着，最窄的地方只有20多公里，这就是西里古里走廊，印度人叫它鸡脖子。鸡脖子的北边是喜马拉雅山和西藏的春皮河谷，南边是孟加拉国，东北部几千万人的物资、铁路、公路全都要从这条走廊里过。而东朗高原就在春皮河谷的旁边，是中国和不丹之间的一块争议台地。2017年春天，中国工程兵带着推土机和挖掘机开了进来，开始修一条朝着吉木马真山脊推进的沥青公路。而吉木马真山脊是一个制高点，路一旦修上去，中国军队的重型部队就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进行前推部署，站在山脊上俯瞰整条西里古里走廊。在印度看来，中国这是要把已经上了膛的枪顶在自己至关重要的鸡脖子上。一旦开战，春皮河谷的炮兵几分钟就能把走廊里的铁路桥炸断，印度东北部立刻变成了孤岛。印度坐不住了。2017年6月18号，印度士兵越过边界，用身体挡在中国施工队的推土机前面，双方开始了长达72天的对峙。因为两边都受制于一个默契，绝对不能开枪，所以这场对峙的前线也出现了一种很魔幻的画面。印度前线指挥官从西京和旁遮普的精锐部队里专门挑选了40-50个非常高大的士兵，个个身高都在1.98米以上，甚至超过2米，身材也极其魁梧。这些人手挽着手，用身体组成一道墙，顶在人链的第一排，居高临下，时时瞪着对面的中国军人。一直到72天之后，中国为了能顺利召开金砖峰会，跟印度达成了外交妥协，各自撤开。中国停下了那一阶段的修路，印度军队也退回到了边界线以内。表面上这是双方各退一步，但东朗的故事没有就此结束。双方撤军之后，中国军队很快就在东朗建起了预制板建筑，可以存储物资，而且还有固定哨位，即便到了冬天也不用再撤走了。最终中国在那一带留了上千名士兵常驻，
把临时对峙变成了长期存在。印度在东朗之后开始真正着急了，莫迪政府改变了策略，也开始砸钱在边境修基础设施，其中就包括长期搁置的边境公路。然而，这种双方在基建上的共同加码，最终导致3年后在加勒万河谷，两边终于还是没忍住，又一次起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加勒万河谷之夜，加勒万河谷冲突爆发的时间是在2020年春天，原因跟修路有关。印度花了将近20年修了一条路，简称 DS-DBO 公路，全长255公里，从达拉克的列城一路向北，几乎平行着实际控制线推进，连接到最前沿的战略机场，甚至抵近了新疆和阿克塞钦。之前本来一直拖拖拉拉，但东朗对峙之后，印度就立刻加速了。这条路修通之前，印度前哨基地的冬季补给完全靠老旧运输机空投，天气不好就断。路通了之后，军车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直接开到实控线跟前。印度军队的巡逻频率立刻成倍上升，开始频繁进入以前后勤根本到不了的灰色地带，包括加勒万河谷。那加勒万河谷在哪里呢？把新疆和西藏交界处的卡拉昆仑山脉放大，你就会看到加勒万河谷就在阿克塞钦的西侧边缘，是加勒万河几千年来在绝壁间冲刷出来的一条河谷，非常的窄。这个地方的地势很关键，河谷的东边是中国实际管辖的高原地带，顺着河谷往西走，一出谷口就是印度实际控制的拉达克地区。加勒万河本身也是往西流，最终汇入印度控制区的史约克河，所以加勒万河谷的谷口正好卡在两边实际控制线的交汇点上。从高空看，如果两边军队各自从一头撞进来，就会迎面撞上，退无可退。在印度朝这里修路的同时，中国这边的工程队也在往加勒河谷深处推进，在正义河道附近修便桥和车道。2020年4月下旬，印度巡逻队就发现了中国的工程队。从位置来说，中国军队认为这是中国的领土，但印度军队认为是在自己这边。于是中印两边的对峙就开始了，而且是同时在多个地点爆发。除了加勒万河谷，还有班公湖、哥哥拉和德普桑。前线在对峙，后面在磋商，看怎么解决。然而6月15号那天夜里，局势突然失控，在加勒万河谷两边打了起来。关于当天晚上怎么打起来的，中印双方的官方说法完全相反。中方的说法是，印度前线部队违背了两边军长级会谈达成的撤军共识，越过实际控制线重新搭设帐篷。在搭设一个帐篷以后，现在又搬过来一个新的帐篷。边防团长齐发宝就带着几名官兵前去交涉，他们当时没有携带武器，结果遭到预先埋伏的印军围攻。中方增援随后赶到，双方爆发了冲突。为了证明这一点，在2021年2月，中央电视台还播出了一段现场视频。印度方面的说法完全倒过来，他们说两边高层已经谈好要拆除前线临时建筑。比哈尔团16营营长巴布上校就带队去14号巡逻点核查，结果发现中国方面没有按照约定撤走，反而在单方面改变现状。印度军人就试图去拆掉中方的帐篷，结果在山脊陡峭地段遭到中国军人的反击。谁先动手争议很大，但那天夜里后来发生了什么，结果还是非常确定的。晚上9点到10点之间，两边后方的支援部队都赶了过来，冲突的规模从几十个人迅速扩大到了高峰时的600多人。当时加勒万河谷一片漆黑，气温也很低，只有零下10几度。600多人在峡谷里打了一整夜，差不多有8个多小时，但都没有开枪。之所以不开枪，是因为1996年中印签过协议，实际控制线两边2公里内不得使用枪支和爆炸物。不能用枪，士兵们的武器就非常原始了。那天晚上，印度这边很多人手里的武器其实是临时凑出来的，普通的木棍、河床里的石头，或者随手找的铁棒缠上铁丝网。而且印军当时穿的是普通的3D 作训服，戴的是普通钢盔，这也导致他们面对砸过来的石头和棍棒重击几乎没有什么防御力。
而中国这边赶过来的增援部队普遍使用的是专业的防爆装备，不但有长警棍，还有防爆头盔、防刺服以及专门保护关节的护具。印军也有些防爆盾牌，但数量不多。发生打斗的地方非常狭窄，两边人几乎挤在一起。在冷兵器的混战里，谁能防得住，谁就占了绝对优势。最后的结果是，印度官方确认自己这边有20人阵亡，另外有上百人受伤。印度一开始不承认自己有人被俘虏，后来舆论太厉害，就改说是被俘虏了10个人。但后来中国发了一些视频和照片，显示中国俘虏的印度军人至少在30人以上。中国伤亡数据怎样呢？印度媒体发了很多消息，一会儿说是10人，一会儿说是40人，各种说法都有，但一直没有确凿的证据。后来这些说法也流传到了中国互联网上，只是改成了西方媒体的说法。中国一开始沉默了8个月，2021年2月份才公布有4名官兵牺牲，团长齐发宝重伤。中国方面说，之所以一直拖着没有公布死亡人数，是怕刺激公众情绪，想让事态降温。这个说法我倒是认为非常可信。北京很擅长挑起民族主义情绪，但如果不想打仗的话，就会想办法压制狂热民族主义。另外，虽然死了这么多人，但大多数人都不是被冷兵器打死的，而是掉到河里冻死的。加勒万河谷的山脊坡度超过50度，地面全是松散的碎石，黑漆漆的晚上，缺氧，又是极寒天气，人在推搡和奔跑中就很容易踩空，所以很多士兵掉进了加勒万河。那条河是喜马拉雅山冰川融水汇成的，水温接近0度，人掉进去后几分钟内就会崩掉，极寒中慢慢失温就会死掉。战友成批死亡，几万大军就部署在后面。为什么到了这一步还是没有一个人开枪？因为两边的高层都很清楚，肉搏10几20个人在外交上还是边境摩擦，能够管控，但只要有一个士兵扣动扳机，性质就变了，战争就有可能降临，而两边都不想要全面战争。加勒万冲突之后，印度就发现中国这边的基建和装备都比自己这边好，肉搏战太吃亏了，于是先修改了交战规则，允许前线指挥官在特殊情况下下令开枪，并且他们把这个变化通知了中国。但这条规则至今还没有被触发过。而中国也在加勒万之后宣布向拉萨调派20名武术教练，给高原部队训练近身搏斗。现代战争居然还在给部队训练打架的能力，但我觉得这并不可笑，反而相当理性。这至少说明中国并不想挑起战争。冰封4年后，边境为什么降温？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中印两边在前线开始了长期对峙，几万重兵集结在高原上，修了大量地堡，整个边界关系陷入了冰冻状态。然而到了2020年秋天，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这块冰突然开始化了。转折点在这年的10月，在俄罗斯喀山召开了金砖国家峰会，而在峰会之前，中国和印度的外交团队已经私底下磋商了好几个月。在10月21号，印度外交部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印两国就实控线争议地区的巡逻安排达成了解决方案。而且印度外交部还特地点名，这次达成妥协的核心区域是过去4年多里两军对峙最严重的2个地方，德普桑平原和点角地区。这是2020年加勒万冲突之后中印双方僵持最久的2个摩擦点，其余4个是加勒万河谷、班公湖北岸、15号和17号巡逻点。他们在2022年9月之前其实就已经陆陆续续脱离接触。德普桑和点角拖了更久，是因为两处的争议更复杂。德普桑平原海拔5000多米，地势开阔，特别适合装甲部队快速机动和合围。过去4年，中国军队在这里的几个关键隘口都设了隔离点，把印度军队传统的巡逻路线给堵死了。印度总参谋部一直窝着一肚子火。而点角则是南边传统的争议焦点，两边的居民区和防线犬牙交错，它牵涉到了牧场和季节性放牧权，两国牧民多年来都在争这片草地。协议落地之后，
撤军动作很快就展开了，各自退回到了2020年冲突之前的传统巡逻位置。紧绷了4年的喜马拉雅山前线终于松了一口气。边境降温之后，民间交流也开始解冻，中印直飞航线逐步恢复，印度重新向中国公民发放旅游签证，商务供应链和文化往来也开始从过去几年的冰冻状态里慢慢恢复。但如果你真去跟中国或者印度的智库聊聊，你就会发现这些航班和签证本质上只是两边为了应付眼前局面的功能性安排。两国政府根子里长期的互不信任其实一点都没变。到了2025年初，川普重新回到白宫，一上台他就开始对全球开战，关税战，无差别的惩罚性关税。这场关税海啸让所有新兴市场都很恼火。对中国来说，必须在战略侧翼找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绝对不能在西边跟印度长期消耗下去了。对印度来说，这同样是一盆冷水。莫迪政府本来以为作为美国的印太战略的核心盟友，华盛顿会给他特殊待遇，结果川普根本不鸟他。而且川普还公开骂印度是全球关税最高的国家。如果说之前的和谈两边都还有人不太满意，但面对川普这个共同的对手，中国和印度的脑子一下子更清醒了。如果两边继续在雪山上耗着，每年砸几十亿美元，押上几十万精锐部队搞棍棒对峙，结果就是两败俱伤，白白耗费国力，正好给了华盛顿一个个收拾他们的机会。还是和解好啊。特别是印度，没了美国，印度还可以利用中国的资本和技术，但前提是两国关系不要搞得太僵。当然，虽然握手言和，但私底下的小动作两边都没有消停。印度的智库就经常提到一个词，切香肠焦虑。他们现在特别担心西藏那边一个已经运转了将近10年的项目。从2017年前后，西藏自治区政府开始在边境线大规模建设边境小康村。当时还有个计划，要投入数百亿人民币，沿着实际控制线的西藏一边从东到西铺开。这些村子有水泥小楼，有学校，有诊所，有停机坪，通了自来水和互联网，甚至还有大功率的通信基站。中国的官方解释是扶贫，这是为了让边境地区的藏民过上小康生活。而印度就发现，虽然中国军队在德普山和点脚后撤了，但边境小康村仍然在大规模的兴建，统计下来一共有628个。印度人就怀疑这些村子有民用和军用的双重属性。他们认为住进去的的确有放牦牛的牧民，但也有退伍军人。平时这些人在无人区放牧，实际上就是流动哨兵和情报前哨。而且村子按统一标准修筑，地下有掩体，村头还有重型卡车停放点。一旦前线有事，这些村子几个小时之内就能集结重兵，并且成为县城的后勤补给站和弹药中转库。中国不用开一枪，也不用派兵越界，只要把村子一座座的盖起来，对边界的实质管辖权就钉在了地上。2025年，印度媒体还爆出过一个挺黑色幽默的事情。印度这边的基建落后，很多山谷根本没有信号，结果实控线印度这边的巡逻士兵或者靠边境住的村民，发现自己的手机有时候会毫无预警的断开印度本来就微弱的信号，强行连上对面满格的中国移动或者中国电信网络。更诡异的是，手机一连上中国基站，满屏右上角的时间会自动跳快2个半小时，直接变成北京时间。与此同时，印度的边境村庄情况也正好跟中国相反。2024年，印度的北阿坎德邦的一份政府调查报告就显示，4个区沿着印藏边境的130多个村子，其中11个已经彻底废弃，村民全走光了。因为没有道路和医院，孩子也上不了学，留在这里不但被现代文明抛弃了，甚至活下去都困难。中国在建村，印度在弃村，这让印度政府相当紧张，因为他清楚地说明了一件事，哪怕双方已经签了撤军协议，哪怕现场没有一发子弹，中国靠着压倒性的工业和基建能力，也能让印度难以应付。国与国之间的地缘竞争，说到底最终还是国力的比拼。这里我还要特别回应一个网上流传很广的说法，
说中国在加勒万打赢了，却在班公湖向印度让步，甚至把湖面割让给了对方。这就是个彻彻底底的谣言，源头就是不懂军事常识。加勒万打肉搏战的时候，南边的班公湖两岸，中印两军的坦克和装甲车也在长期对峙。我们先看一下地图，班公湖北岸有8条像手指一样伸进湖里的山脊，军事地图上把它们分别叫1号到8号手指。印度一直认为实际控制线在8号手指，所以印军过去想方设法巡逻到最东边的那条。中国认为实际控制线在4号手指附近，比较中间的位置。而2020年冲突之后，中国军队凭借着高寒机动能力，直接把防线顶到了4号手指，还修了大量碉堡，把印军往东巡逻的道路给堵死了。几万重兵和坦克在这几条狭窄的山脊之间僵持了大半年。2021年初，为了不让摩擦升级成全面战争，两边军长级谈了几十轮，最后达成了一个对等撤军的方案，建了一个临时性的非军事缓冲区。具体怎么撤的呢？中方把4号到8号之间的帐篷给拆了，部队和坦克撤回到8号手指以东的常驻基地，而作为交换，印军也要放弃之前偷占的南岸高地，撤到3号手指以西的常驻基地。两边中间这一段在边界彻底划清楚之前，暂停一切地面巡逻。这个技术性脱离接触，回到各自国内，就闹出了一场很讽刺的舆论风波。印度那边，莫迪被反对党和民族主义者骂得很惨，说他向中国屈辱割地。印军原本能巡逻到8号手指，现在被顶回了3号手指，等于把印度的领土变成了中国的缓冲区。中国那边呢，官方放出了坦克掉头后撤的视频，一些自媒体就说加勒万都打赢了，凭什么在班公湖后撤？是不是把地让给了印度？两边的网络舆论都只盯着坦克士兵在地面上撤了多远，完全没注意到中国撤军之后这几年，中国的工程队在后方干了一件真正决定未来几十年控制权的事。他们在班公湖上修了2座重型钢结构的公路桥，直接横跨湖面。桥通车之前，中国要从北岸往南岸调重装甲部队，卡车和坦克得沿着湖区绕大半圈，高原路况差，要走好几天。桥通了之后，重装部队过湖的时间从几天一下子就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所以这场博弈里，地图上的主权线其实一寸没动，但地面的实际控制权已经被2座钢筋混凝土大桥重新洗过了一遍，攥在了中国手里。网上那些卖国的说法只是一场自我感动的闹剧罢了。一条没有终点的线。这70年间，中印之间打过一场战争，大大小小的对峙和流血冲突也不少，关于边界谈了几十轮，协议签了一叠又一叠，结果边界线还是没有划定。表面上两国各有各的叙事，印度说这条线是历史遗留，反正英国人当年是这么画的，印度只是守护自己的合法边界。中国说麦克马洪线从来不合法，殖民者的单方面划定没有法律效力，西藏地方政权也无权代表中国谈判。但问题是，国与国之间从来不是讲公平正义的，这跟他实行哪种制度没有任何关系。所谓的道理不过是实现自己利益的说辞罢了。特别是谈判根本没有触碰到问题的核心，那就是两国都不能在领土问题上退让。在政治上，这是死路一条。两国唯一能做的就是管控争议，但管控掩盖不了中印之间战略上的巨大分歧，而且这个分歧在21世纪会越来越大。印度想要什么？莫迪政府的战略核心有一句话很明确，多极世界，多极亚洲。印度人想的是，未来的世界不能有1-2个超级大国说了算，必须是多极化的，而没有一个多极化的亚洲，就不可能有多极化的世界。在这个构想里，印度必须跟中国平起平坐，是绝对的独立一级。莫迪政府还经常说一个词，世界导师。这是印度文明传统里对自身地位的一种古老想象。印度是文明的教化者，是南亚的天然领导者。落实到现实外交中，莫迪一直强调战略自主，和美国走近但保留和俄罗斯的关系。在亚洲，印度是独立力量，不是中国地区秩序里的小角色。中国想要什么？
习近平经常提到一个词叫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的战略是在自己周边建立一个由中国主导，能够防范外部强权渗透的安全秩序。美国拉着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组成了各种安全合作机制，在海上对中国施压。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不可能容忍自己的西线和南亚后院出现一个跟外部势力眉来眼去的战略对手。在中国的设计里，亚洲的稳定需要一个中枢，中国不能把命运交给其他人决定，所以这个中枢只能是中国自己。两边的终极目标从一开始就背道而驰。还有就是中印之间有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西藏。整个中印的边界争议其实有一半的根子在西藏。为了确保西藏稳定，中国需要阿克塞钦，需要那条连接新疆和西藏的公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在西段的阿克塞钦从来不会让步，但在东段也就是藏南地区偶尔可以战略性的退出。因为西段是战略要道，东段更多是地图上的主权主张和政治问题，两者的重要性在北京眼里是不对等的。但偏偏西藏的不稳定很大问题出在西藏流亡政府身上，而印度一直庇护着达赖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对印度来说，这也可以帮助自己主动介入西藏问题，并且在边界谈判上争取主动，当然不肯放手。因此只要达赖萨拉的流亡政府还在，只要达赖喇嘛的继承问题还悬而未决，中印关系就永远有一根刺在。在可预见的将来，至少几十年内，中印的边境冲突大概率也不会被解决。很多人幻想着通过战争搞定，更是基本不可能。两个核武器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代价太高，没有人真的想打。但在没法开战的前提下，不会有任何国内政治压力可以迫使任何一方在领土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战争打不了，让步做不到，于是就只剩下无休止的对峙加管控。管控也可能有失控的时候，那就继续谈，继续签协议，继续管控。这个模式在今后几十年里大概率还会重复，一直等着历史给出下一个周期。我是曹操说，真相比黄金更珍贵，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掌握确定的逻辑。我们下期见。